婆婆没有原则，无条件宠孙子。我给儿子买的钙片，只因儿子想吃。婆婆无视特制的儿童锁，一刀劈开瓶子，儿子一天怒吃大半瓶，结果引发肾结石，半夜哭疼，紧急手术后，医生交代多喝柠檬水，婆婆却暗中将柠檬水换成儿子爱喝的雷碧，结果儿子病情加重，疼得死去活来。我发现后，怒斥婆婆少自作主张，儿子却一把将我推开，不许欺负奶奶，奶奶都是为我好，你个坏女人，我不要你管了，你滚！我气得手抖，老公却说儿子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奶奶好，奶奶妙，那我从今往后什么都不管了，乐得轻松。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妈妈，我肚子好痛啊！半夜，儿子彤彤突然跑到我房间，满脸冷汗地捂着肚子。我迷迷糊糊醒来，顿时吓了一大跳，看见彤彤蹲在床头，捂着右腹，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一片冰凉，全是汗。小小的人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低声啜泣着。我推了下身旁的老公周成，醒醒，快起来，咱带儿子去医院。老公却翻了个身，嘟囔了句别吵，又睡着了，一副疲惫至极的样子。我念在老公最近的确是一直在加班，每次都到深夜才回家，今天好不容易才睡熟，便也不忍心打扰，只好快速套了件衣服，抱着儿子往外面去。路过客房时，里面有隐隐约约的灯光。婆婆突然打开门，大晚上的闹什么呢？还不睡觉，也不知道动静小点。我有些着急，把彤彤放在门口，手忙脚乱地穿鞋。妈，彤彤说肚子痛，我得带她去趟医院。您看，我话还没说完，婆婆就炸了，一个箭步跑过来。哎呦，你怎么当妈的？怎么照顾我宝贝孙子的？我早就说了，让你妈少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下好了吧？把我孙子吃成这样。她心疼地拍着儿子的肚子，儿子也在一旁抽抽噎噎。姥姥坏，我讨厌姥姥。我顾不得多想，抱着儿子哄了哄，又问婆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医院。大晚上的，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婆婆一听就皱了皱眉头，打了一个哈欠。我一个老人家哪有那精力？这不你看，混一说来就来。再说了，我晚上休息好了，明天才有精力照顾我的亲亲乖孙。说着，他假模假样的摸了摸儿子的头。我的孙孙受苦了，奶奶明天给你炖鸡汤。然后转身就进了房间，啪的一声把门关了。我目瞪口呆，看着刚刚还精神抖擞的婆婆迅速关了灯。黑暗中，彤彤拽着我的衣服，一声声地催着：妈妈，我好疼啊！我一把抱过儿子，带着他出了门。在路上，我无数次的想叹气，却又忍了下去，只抱着儿子不住地安慰着，顺便回想了下儿子最近吃的东西有没有问题，但是毫无头绪。结果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却告诉我，儿子得了肾结石，问题不大，不过以后要注意一下饮食方面的习惯。他说彤彤是由于最近补钙过量才引发的肾结石。医生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声，钙片什么的适量吃就好，别太操之过急。我猛地想起我妈前几天来的时候，的确给彤彤买了瓶钙片。彤彤最近脚抽筋，我和她说了句，她就记在心上，巴巴地买了东西来。可婆婆却很不赞同，她说小孩子天生地养的，不用补。然后她就背着我把那瓶钙片扔了。我发现后，她还拉着彤彤的手，说是彤彤不爱吃，又没什么用，扔了省心。现在看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第二天回家时，我在路上问儿子：彤彤，姥姥前几天给你买的钙片，你吃了没？彤彤思索了一会，突然瘪着嘴大哭：就是姥姥坏，姥姥故意害我肚子痛。奶奶说的没错，姥姥不喜欢我，想毒死我。彤彤说什么呢？我黑了脸，头疼地盯着儿子。姥姥怎么会害你呢？姥姥最爱你了，你忘了以前都是姥姥照顾你了。他哼了一声，头扭到一旁，没再说话。而我心里笃定，这件事和婆婆一定脱不了干系。婆婆本来独自住在乡下，今年不知道怎么了，非说想孙子，直接带着行李就住进来了。而在此之前，一直都是我妈在帮忙照顾孩子。婆婆一来，就嫌我妈铺张浪费，男孩子搞这么精细干嘛？没点男子气概。周成从小摔打打的，不还是被我养得健健康康的？买这么多营养品，多浪费钱啊！我儿子赚钱不容易，亲家母，你可不能就因为不是你亲儿子，就这么大手大脚啊！我妈性子软，只敢转头悄悄找我哭诉。她对彤彤花的钱，明明大部分都是她的养老金，现在却被说得这么难听，我心里也气。但想着婆婆刚来，我和她说些不中听的，倒显得是我要为难她。思来想去，我告诉了丈夫周成，想让她和婆婆好好说说。没想到她开口就是给婆婆辩解：我妈年纪大了，没什么见识，但养孩子一定是在行的。你看我长这么好，不就是我妈的功劳？而且吧，这些年你妈一个人占着彤彤这个外孙，对我妈来说是不是多多少少不公平？你看，要不就让你妈回去吧，我妈来带孩子就成。我听了之后，想着我妈累了这么久，也该歇了。再说了，婆婆在这，我妈那软脾气指不定吃多少亏，回去也好。可没想到婆婆居然这么过分，孩子的健康问题她也敢乱来。到家门口，我拿钥匙打开门后，直冲婆婆房间。只见婆婆亲热地握着一个女人的手，说着什么，二人亲密非常，靠在一起说说笑笑。我抱着彤彤疑惑地走进去，只见那个女人隐约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似乎笑了一下，接着飞快地走过来，搂着彤彤：彤彤宝贝，老师听说你生病了，可担心了，特意跑来看望你，你没事吧？彤彤睁大了眼睛，兴奋地扑向了那个女人，有些害羞地把脸藏了起来。朵朵老师，我没事，我可是男子汉，说了以后要保护你的，你别担心了。朵朵老师，我记得彤彤的老师不是这位呀。婆婆见我杵在门口，有些不高兴：木头人啊，站那干嘛？还不给朵朵洗水果去？我盯着婆婆：妈，你先别急，我问你，之前给彤彤吃的那瓶钙片，你到底是不是真丢了？婆婆还没说话，彤彤先开口了：妈妈，你干嘛总问这个问题？好烦啊！我错愕地看了她一眼，就是一瓶钙片，斤斤计较什么？你妈不会连这个都舍不得吧？婆婆一边给彤彤比了个赞，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祖孙俩一唱一和的，再加上那个朵朵抱着彤彤不撒手，倒显得我像是个外人。我忽略隐约的不适，正色告诉婆婆，彤彤之所以肚子痛，就是因为短期内吃多了钙片，引发了肾结石。她小年纪就得这个病，像话吗？妈，你实话说吧，那瓶钙片你究竟丢没丢？我以为我的质问会让婆婆有一丝丝心虚，没想到婆婆比我反应还大。我就说你妈不安好心，想害死我宝贝孙子。那钙片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开始就想扔了，你非要给彤彤吃，这下好了，她吃上瘾了，和我闹着非要吃。婆婆眼神飘移了一下，我这不是打不开吗？就拿刀一刀劈了，想着给孩子吃一个算了。
没想到这孩子直接一把往嘴里塞，一口气吃完了。最后他总结，要我说，还得怪你妈，买这害人的东西干嘛？害得我的乖孙孙肚肚痛。孙孙，你可心疼死奶奶了。你姥姥坏，你妈也坏，以后咱不和他们好了。我气炸了，简直是胡言乱语。妈，你说什么呢？我妈一片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反倒是你怎么看孩子的？她昨晚肚子痛成那样，就是因为你。我心疼儿子受罪，顾不得婆婆的面子，可我没想到，刚刚还很乖巧的儿子，突然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妈妈坏，姥姥坏，我讨厌你们，你们想害我。说着，他直接缩在了那个朵朵怀里。朵朵老师，你做我妈妈吧，你在家保护我和奶奶。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一股气直往上涌。你说什么？彤彤，你这样说，妈妈和姥姥会伤心的。道歉，彤彤，给我道歉。说着，我要上手将他拉回来，没想到那个朵朵老师一闪。彤彤妈妈，听说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和这么小的孩子计较？你吓到他了。我气得揉太阳穴。彤彤，到妈妈这里来。没想到他做了个鬼脸，哼了一声，转过头去，不再理我。我气得不行，直接要上手抢，和那个朵朵老师拉扯了起来。拉扯之间，那个朵朵老师推了我一把，我向后栽去，余光瞥见老公周成的身影扑来，咚的一声，我摔在地上，头疼欲裂。而那边传来了一声娇哼声：“啊，周成哥，谢谢你救了我。”刘朵朵伏在周成胸膛上，一脸娇羞。周成见我倒在地上，一把将人拉开，跑来扶我。梁月，你没事吧？我是看朵朵抱着儿子，怕儿子摔了才扶他的。你别误会啊，我没理他。心灰意冷坐在一旁。他见状不对，先是厉声请那位朵朵老师离开了，然后拧着儿子的耳朵到我面前来。老婆，儿子他还小，说话没个数，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原谅他吧。彤彤哭得可怜巴巴的，呜呜，妈妈对不起。我有些心软，刚想抱抱儿子，旁边的婆婆就哼了一声，多大点事儿，这矫情劲一点都不利索，哪里比得上朵朵。我突然不想再忍了，一把拽住婆婆的头发。妈，请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我尊重你不代表我好欺负。教唆我儿子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周成脸色黑了一下，连忙将我拉开。好了好了，我妈她知道错了，她年龄大了，糊涂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儿子被吓到了，抱着我的大腿狂哭。妈妈，你别打我，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听话。婆婆也待在一旁，神色恍惚，没说什么。我见好就收，我并不想闹大，一家人总要磕磕绊绊过下去。只要婆婆不再找事，我也不会为难她。发了一次疯，心情好多了。出差前，我交代婆婆和周成，儿子结石还在体内，并未全部排出来。这段时间，医生交代多喝水，喝柠檬水也没事，只是千万要注意的是，不能给他喝碳酸饮料。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总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吧？可令我意外的是，儿子的电话又在半夜打过来。他拿着电话手表，觉得泣不成声。妈妈，我肚子又痛了，比上次还要痛。呜呜，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你快来救救我呀！我慌了神，可客户还没搞定，手头的合同还没签完，暂时没办法脱身。我哄着儿子，乖乖去喊爸爸，让爸爸带你去医院。妈妈现在暂时赶不回去。儿子拿着电话手表走进卧室，却一片漆黑。丈夫周成大半夜的不在家，儿子哭着敲婆婆房间的门，却久久得不到回应。她捂着肚子，哭得越来越大声。妈妈，求你了，你快救救我吧，我好害怕呀！
我的心仿佛被紧紧地揪了起来。在车上把手头的事情交代给了一起来的同事，便飞快地往家里赶去。赶到家时，儿子已痛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哭得声音沙哑。我没空再去找周成在哪，也没去敲婆婆的门，手抖着带孩子去了医院。刚到医院，医生检查后便疾言厉色地训斥了我一番：“你这家长怎么当的？这么小的孩子得了肾结石就算了，还纵容他喝那么多碳酸饮料，他的肾没发育完全，怎么受得了啊？”我愣在原地，什么意思？儿子这些天分明都在喝柠檬水呀！我还特意让周成每天拍照给我看了。等等，我眉头一皱，看向彤彤，她心虚地将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和我对视。第二天，婆婆匆匆忙忙赶来，一把将我推开：“我的乖乖孙啊，你没事吧？吓死奶奶了！”我注意到她手里还拿着一个透明水杯，里面装满了水。儿子兴奋地抱着杯子：“奶奶你可来了，可死我了！”婆婆嗔道：“你傻呀，让你妈给你买水喝呗，还是就喜欢奶奶伺候，对吧？”儿子刚要喝，被我一把夺过。我给他打的水一口都不愿意喝，怎么现在喝水就这么积极，搞什么花样？水杯触手冰凉，仿佛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拧开盖子，还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我浅浅尝了一口，入口有些刺激，分明是雷碧。儿子哭了，呜呜，妈妈抢我水喝，还我水来，还我水来。婆婆也一脸嫌弃，瞧你这没出息的样，还和孩子抢东西吃，啧啧啧。我咚的一声，把杯子重重地扔在桌子上，眼神冰冷地盯着婆婆。妈，你是真蠢还是坏啊？我说了几遍了，彤彤现在不能喝碳酸饮料，你倒好，每天变着花样的送给她喝。现在好了，彤彤病情加重，必须做手术了。妈，我真的求你带孩子上点心吧，要是你不想管的话，你直说，你回乡下去，我让我妈来就好了。婆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捂着胸口，哎呀哎呀的，不得了了，恶媳妇容不下老婆婆了，威胁要把我送乡下去，再也不让我见乖孙了。老天爷呀，我的乖孙心头肉可怎么办呢？我嗤笑一声，有意思吗？你老自个计量计量，你来这几个月闹了多少事出来？孩子的事我先不提了，你为什么总要偷偷拿人邻居的快递外卖呀？为着这个，我给人道多少次歉了？婆婆翻了个白眼，你还有脸说？还不是彤彤爱吃，你又不给他买。我孙子这么小，跟着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我心疼他，想对他好点，不行吗？我气得脑袋发胀，这种话让孩子听了，不纯教坏孩子吗？那些垃圾食品，我早就统统约好了，一周只能吃一次。结果婆婆来之后，3天2头直接拿人家的外卖回家，臊得我都没脸见人了。婆婆还骂我败家，不应该给人赔钱。我拿出手机开始订票，妈，我不和你多说了，今天我就给你订票，你回去吧。过几天我让我妈来带孩子。婆婆急了，一直喊着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急急忙忙掏出手机要给周成打电话。我没管他，孩子的教育不是小事，我相信周成会支持我的。正想着，突然一阵大力袭来，我被人猛地推出病房，倒在走廊上。儿子彤彤站在门口，张开手臂护在婆婆面前，不许你伤害奶奶，奶奶都是为我好，你这个坏女人，我讨厌你，你滚出我家。人来人往，很多人指指点点，我顾不上手心疼痛，狼狈地爬了起来，弯下腰，一字一句问眼前的小男孩：彤彤，你是认真的？他似乎慌了一下，紧接着又昂头挺胸，朝我翻了个白眼。当然了，你这个坏女人，
你和姥姥一样，都想害我，只有奶奶是对我最好的人。你想赶走奶奶，那我就要赶走你。好好好。我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回到家后，我不紧不慢地收拾着东西。没一会儿，周成回来，我红了眼睛，一五一十告诉他儿子为什么病又复发了。婆婆教唆着儿子说了些什么。周成，我受不了了，这个家有你妈没我，再这么下去，我儿子迟早恨死我。没想到周成却语气冰凉。我说了，我妈老了，我一定要把她放身边，给她养老的。你要真受不了你就走，反正你工作忙，也没怎么带过儿子，有你没你区别不大。我没想到我只是稍一试探，得到的居然会是这样的回答。我掐着手心，强忍想要脱口而出的臭骂，冷淡地说：好，既然你们一家子都这么认为，那彤彤的事以后我都不管了。我说到做到，我收拾了衣服，边出门边打电话和领导解释。领导一听是我儿子又病了，连忙让我别急，合同不着急，让小杨盯着吧。你做妈妈的，的确可能重心会在家庭上一点。听着主管意味深长的语气，我连忙回答道：陆姐，我没事，我现在已经在赶过去了，而且以后我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了。以后我专心工作，家里的事一概不管了。陆姐听了，语气热络了许多。梁月，真不是我说你，这些年你明明有很多升职的机会，却总是因为一些琐事白白错过。女人的重心不应该单单只在家庭，那样会失去自我的。现在你能想明白，我很开心。每一个能从家庭里挣脱出来的职场女性，都堪称涅槃重生。恭喜你，梁月。主管态度过于真诚，没来由的，我竟有点想哭。我大学毕业后和周成结婚，起初是决定先拼事业，晚些再要孩子的。可孩子来得突然，我们只好顺其自然。彤彤出生那年，我唾手可得的升职机会给了别人。后来周成说孩子离不开妈，我可以上班，但重心一定要放在家里。所以每次公司的事和彤彤的事撞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彤彤。与之相反的是，周成从未操心过这些，甚至连婆婆一开始也是对孩子避之而不及的。正因为如此，我妈心疼我，才会帮我带了好几年的孩子，辛辛苦苦的付出，抵不上婆婆几个月的纵容。我妈精心准备的营养餐，抵不上婆婆的垃圾食品，5毛1包的小辣条。而我用事业换来的牺牲，老公从来看不见，只会觉得我赚不到钱，又带不好孩子。如今儿子被婆婆娇惯的对我十分厌恶，我反倒看开了些，他们都不配。那天以后，我单方面和周成陷入冷战，独自一人搬进了书房睡。我早出晚归的工作，冷眼看着他们一家人亲亲热热。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在书房睡懒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拉开我的窗帘，刺眼的光扑面而来。我不适地睁开眼睛，彤彤，你看，你妈妈真是个懒虫，羞羞脸。对，朵朵阿姨，还是你好。我妈妈又坏又懒又馋，从来不做饭，还每次都给自己点外卖，想饿死我。幸好有你，朵朵阿姨，我真喜欢你。你什么时候能做我的妈妈呀？这个吗？女人声音顿了顿，这个要看你爸爸的意思了。还有你妈妈。我眯了眯眼，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二人，不是母子胜似母子。滚出去！周彤，你还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呀！我不紧不慢地起了床，一把将窗帘拉上。哎，梁月姐姐，我也是一片好心啊。你看你是这么晚不起床，孩子都饿得啃菜叶子了，这怎么能行呢？我冷笑一声，和我有什么关系？找他奶奶和爸爸去，
彤彤原本要进行手术，婆婆非说小孩子养一养就好了，别浪费那个钱，死活带着彤彤回家了。放在从前，我肯定不会同意，可如今，我不过是个想害她的坏妈妈。我站在彤彤面前，扯了个鬼脸，反正我是坏妈妈，别找我要吃的，老娘没有。说着，一把将他们二人推了出去，翻身上床，睡回笼觉。睡了没多久，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我猛地睁开眼睛，第一反应跑进卫生间，打湿毛巾捂住自己的鼻子，然后关闭煤气开关，便想先打开门出去。可当我走到门口时，却发现门居然被锁了，而玄关的几把钥匙都不见了。在煤气泄漏的情况下，将我锁在屋内，这简直是谋杀。我费力开窗通风后，躲在卫生间报了警，顺便打了个120。警察来的时候，我头晕眼花，呕吐不止。我简单交代了下情况后，便去了医院。医生说，幸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警察那边锁定了嫌疑人刘朵朵，他打开燃气后不久，便带着彤彤出了门，甚至还拿着钥匙将门锁了起来，完全不顾还在熟睡中的我。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却哭着说，我这不是怕彤彤饿了，想着给她做点饭吃，可冰箱里没菜了，我就临时带彤彤买菜去了。至于锁门，他眼神恍惚，我看梁月姐你一个人在家睡觉，怕你遇到危险，这才锁门的。那钥匙是彤彤闹着都要拿走的，和我可没什么关系呀。说着，他又害怕地哭了起来。我没废话，这位朵朵既然是幼儿园的老师，那我就直接打给幼儿园的负责人。没想到园长却说，彤彤妈妈刘朵朵的却是我们园里的实习生，但是她是彤彤爸爸介绍进来的呀，您这有事可不能反赖我们一把呀。我嗡的一下，突然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便又问了问园长，刘朵朵是什么时候进幼儿园的？得到的答案正如我所料，正是婆婆半年前非要来带彤彤的时候，刘朵朵失去工作后，堂而皇之的住进了我家。朵朵是我村里老姐妹的女儿，又是被你害得丢了工作的，我们老周家不管，谁管？刘朵朵眼眶红红的，一张脸渲然欲泣，看着马上就要跪下来了。周成哥，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太不好意思了。周成摇了摇头，一把将他扶起，手牢牢地扣在他后腰上。没事，说起来你也算是我妹妹，照顾你应该的。妹妹，请妹妹吧。我平静回忆着刘朵朵住进来第一天的情景，透过门缝看着卧室里委屈深情的女人和红了眼睛的男人。刘朵朵娇羞地窝在他怀里，成哥，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喜欢你。周姨说我跟过来只能做小，但我不后悔。那个梁月，她压根配不上你，一点都不体贴，母老虎一个。门外，我拿着手机录影，眼神一片寒凉。我迅速地带着自己的行李搬了出去，并且联系了律师，咨询离婚相关的问题。第二日，我就把离婚协议书发了过去。周成吼道：“梁月，有必要做这么绝吗？你不就是看不惯我吗？我让我妈回乡下，你别闹了行不行？”我淡定回答：“我看不惯的是你，恶心的脏东西。和你待在一个空间，我都会觉得空气污浊的难以忍受。”接着，我将视频发了过去。周成，算我眼瞎，你好恶心！一想到我和你这种人同床共枕5、6年，我就要起一身鸡皮疙瘩。另外，你那个朵朵妹妹可不像满族的样子哦，毕竟你牙签大小，我早领教过了。周成气得将我删了。没过多久，又巴巴家回来，求着我别离婚。离婚的话不说多的，他这些年的存款
得分我一半。这些年家里的日常开销我一力承担。周成总说他的钱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就是想一直吸我的血吗？他想得美，我就要让他全部吐出来。而家里那套房产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属于我的婚前财产。和我离婚，他将元气大伤，自然是不愿意。但我由不得他不愿意。我将他的出轨视频作为材料提交后，又放弃了童童的抚养权，以房子为赡养费，一次性支付清，只求和周家一刀两断。周成思考后还是同意了。我和他的婚姻很快就进入了离婚冷静期阶段。时间一到，我和周家毫无关系，甩去家庭这个毒瘤，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正当我忙前忙后跑客户的时候，有个熟悉的电话再次打来：“妈妈，我手术失败了，我要死了，你来看看我好不好？”稚嫩的声音哭得泣不成声，隐约藏着颤抖。我刚想心硬拒绝，他却哭得喘不上气来：“妈妈，我知道我错了，妈妈，我好想你。如果我死了，下辈子我还能当你的儿子吗？”我心里顿时一软，问清他现在在家里。我驱车过去了一趟，婆婆打开门，见是我，顿时嚷嚷：“你个扫把星，凭啥抢我儿子那么多钱？”周成坐在一旁，手放在朵朵的肚子上，闻言皱了皱眉：“好了妈，梁月也不容易，那钱虽然是我一个人辛苦赚的，但给他点也没什么。”刘朵朵轻哼了一声，扭头嗑瓜子，一颗一个响，瓜子皮扔得到处都是。婆婆却毫无怨言，脸上笑得像朵菊花一样，忙前忙后收拾。而童童独自坐在偏远的角落里，眼神落寞，巴巴地看着我。我本来打算今天带童童出去住一天，刘朵朵却说：“童童身体弱，你带出去又出点事怎么办？”婆婆也应和道：“亏你还是亲妈，没人家一个后妈想得周到。”童童轻轻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低着头：“妈妈，今晚就在家里陪我睡吧，好不好？你很久没有在家里陪我了，这么乖的儿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想当初，我也曾发誓爱他一辈子，想着他是我血脉相连的宝贝。他对我恶语相向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神智。如今又见到这样乖巧又可怜的他，心里不免还是酸了又软。所以当半夜他拿着刀，银光从我脸上闪过时，我一时之间竟没反应过来。都怪你，你把我养得太精细，害我手术失败，每天疼得受不了。我要杀了你，你给我偿命！小小的他像一个恶鬼，我飞快地和他拉开距离，用被子将他扑倒，然后夺门而出。我将自己反锁在厕所，颤着手报了警。在等警察来的这段时间里，童童一直在外面敲门：“妈妈，你出来啊！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要躲着我？”我抱头蹲在地上，眼前情景仿佛恐怖电影。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我仔细地回忆着今天的每一个细节，突然想起来，我说要带童童出去时，刘朵朵和周母奇怪的态度。难道这一切都是他们教唆的？警察来后，迅速将门撞开了，夺走了童童手里的刀，将童童控制了下来。童童失去了武器，却还是不断地扭动着：“放开我，放开我！他是个坏人，我要杀了他！”我不寒而栗，手抖个不停。说来可笑，我居然会被我自己生的小孩吓成这样。女警却拍了拍我的背，安抚地说：“你做得很对，这孩子有点不正常，夜很寂静，这么大的动静，其他3个人都还没醒。”我直接冲到周成和刘朵朵的卧室，一把拽住刘朵朵的头发：“你究竟对童童做了什么？”刘朵朵尖叫一声，身体不断地抽搐着，眼神凶狠：“你找死吗？
说着手摸向床头柜，似乎在寻找些什么。警察警惕上前，制住了他的手。一顿搜查后，在柜子里找出了一小瓶奇怪的东西。刘朵朵因行为失常，暂时被看押起来。后来经检测，那个小瓶子里居然藏着大量的致瘾药物。童童当夜疯魔的表现，也是因为摄入了药物，加上刘朵朵教唆。刘朵朵和周成在一起后，即使我和周成还没离婚，他就已经将周成的钱和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我和周成离婚，将会分走周成一半的存款，再加上协议里我写得清清楚楚，房子留给童童，和周家其他人半分关系都没有。刘朵朵心里不平，琢磨着起了坏心思。那点致瘾药物是她以前在酒吧工作的时候机缘巧合弄到的。她先是给周母用了一点，周母上瘾后被刘朵朵拿住了把柄，多次被她敲诈勒索。后来周母实在没钱，提出带她进城里，让儿子帮她。结果刘朵朵就起了嫁给周成的心思。获得童童的好感后，她连同周母一起不断地挑拨离间，然后又扮柔弱勾引周成。最后我和周成打算离婚，她暂时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就又看不惯童童了。于是不但每天纵容童童的坏习惯，导致童童的手术失败，病情越来越重，还暗中给童童下了致瘾药物，让童童成了他听话的小狗。最近她确定怀孕后，眼看我和周成要财产分割了，她就觉得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被抢了一大笔钱，于是便教唆童童杀了我，想来个一箭双雕的计划。由于刘朵朵是孕妇，只好取保候审，而婆婆和小小年纪的童童被送入了戒瘾所。婆婆被吓得不行，一个劲地摇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童童小小年纪，眼神却十分阴郁。周成忙上忙下，累得不轻，最后眼下青黑，胡子拉碴地问我：“梁月，我后悔了，我们能不能不离婚？”我冷笑一声：“你倒是想得挺美。”我转身离去。不久后，我匿名打了一笔钱给童童的主治医生。他还小，还未能真正的为自己的人生做几次选择。无论如何，在这一刻，我希望他健康。再多的，我不会再给了，也不会再见他了。后来我没再结婚，跟着曾经说每一个妈妈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那一刻都将是涅槃重生的领导，一直往前走，成了名副其实的女强人。公司的新人见到我都会尊称一声梁总。又是一个半夜，我的电话突然响起，还在变声期的少年说：“梁女士，你好，周成他死了，你要不要最后见他一面？”是长大了些的周彤。这些年听说刘朵朵一直没有出狱，生下的孩子丢给了周家。周母每天在家发脾气，不是打孩子就是要赌钱，而周成自那件事后一直酗酒，活不长也是应该的。现在一切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报应不爽罢了。我冷淡道：“不用了，谢谢，以后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了哭声，还有一句：“妈妈对不起。”但那又如何？我早就不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